大家好啊，我是志清，今天来点大家想看的东西。早上一来店里就发现对面的联想非常热闹，似乎是店庆，围了好多人，甚至还请了武戏表演。他们店和我们店几乎同期开业，对比起来，我们简直惨不忍睹，什么节目都没有。哇，这么多人！再看我们店门可罗雀，中门对狙了，属于是。我问一下，卫生间在哪儿？直走，从这儿直走。这边是啊，对，到那个服务台右转。没事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日常被人问厕所。上期有人质疑我工作就是对着打卡机按指纹嘛，搞得我好像很闲一样。实际上是也不是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动物世界》里深海鱼群迁徙，哗的来一片，又哗的瞬间散开。在商场里开的小米之家上班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闲的时候闲死，忙的时候又忙死，人流一下子涌进来，又一下子一个人都没有。不过小米店员工作准则第一条就是只要店里有顾客就要迎上去接待，不管是不是买商品的，说话的功夫就已经上人了，不能继续凑热闹了。以下是我的经典小连招，先问对方需要什么，再问买来给谁用，这招屡试不爽。你好，看手机吗？可惜偶尔也会有这样一言不发的顾客。准备给谁买呀？啊哈哈哈！尴尬死了，他冷暴力我啊！幸好我们还可以去接待其他顾客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好差没上班？上了，你看在屋里。有些人就喜欢不被打扰，自己静静看产品。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，凡是进店的人就要过去搭话。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让店员热情介绍，还是自己一个人看呢？现在有活动吗？就是标的价格吗？我可以帮你问一下，姐，那个有活动吗？那个带云台的。那个没有，就是标价是吧？对，给你看一下有什么。这里主包也是使出了通灵之术，召唤门店前辈来接待顾客。不是因为主包不会介绍，而是主包刚入职，手里少了2样重要的工具，一个是小米零售通，相当于内部的小米商城，可以查产品的线下价格政策、参数卖点，同时也是查询门店库存和卖出产品后出库的重要程序。另一个是收银系统的账号，没有这个就无法结账，卖出的产品也无法算成我的业绩。所以没办法，我现在就算看人拉屎钩子痒，想给人家介绍产品，也只能是太监去青楼，无稽之谈了。虽然少了这2样工具的加持，但该接待的顾客还是要正常接待，不然站在店里发呆，像个稻草人一样，更是滑稽。正好也趁这个机会多练练话术，让自己像个老鸟一样去战斗。17系列。这条视频拍摄的时间是去年的国庆，恰逢小米17系列刚发布。还是陆陆续续有人进店询问的。自动上下水的吗？它有水箱版，有上，对，有上下水的。啊？大小都是这么大吗？对。就这一种吗？它有好几种，但咱展示的就这一种。直接放那儿就行是吧？得接上下水。你要有上下水版的，有水箱版的，看你要哪个版本。水箱版的话就直接放那儿就行是吧？你也得加水啊，你也得往水箱里加水啊。不是这个就是个自动上下水的这个。对对对，那接上下水。一方面可能因为是国庆刚开始，时间还是下午，逛商场的人本就不多；另一方面我们是一个新店，大部分人还不知道，所以流量倒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。这一天上午算是比较轻松的了，甚至还有隔壁联想的免费武戏表演看。可惜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就算没有顾客要接待，就算我们门店有桌椅板凳，在空闲时间小米店员也没办法坐下休息，只能 cos 呆立的稻草人。
明明桌子上摆着那么多手机，也不可以肆无忌惮地刷手机玩，因为门店的天花板上有10几个摄像头不定时的视频点检，万一抓到你偷懒，就会进行一场名为扣钱的运动。而更难崩的是，这一圈除了我们店，大家站累了都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。不得不说，小米这点确实不太人性化，幸亏我们有个库房，可以轮流进去短暂休息。那是模型，这个带着线的都是真机。这个是不是跟那个还是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你拿的是标准版，这个是 Pro Max， 那个也是 Pro Max， 那个只不过是套了一个保护壳。就是 Pro Max。对。这个后面没那个啥。对，标准版没有背屏。这是 Pro。这是触摸的是吧？对，触摸的。这是现在多少钱？这一款吗？这一款对5999，然后这有它的这个标价，的各配置，价格不一样。有优惠版？咱现在没有优惠，但是咱有这个首发的权益，还有礼品。没有国补？没有国补，一个是河北国补，现在你得自己抢券，而且咱新品也享受不了国补。这位顾客对扫地机器人比较感兴趣，还看了小米17系列，后面折返回来又看了一遍，算意向顾客了，所以我果断用企业微信添加了他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小米对于添加企业微信每个月也是有考核的，这个我们以后视频会细讲，这里先提一嘴吧。所以这就是清闲时间里小米店员的工作状态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 UP 点个关注，我会持续分享小米店员真实的工作日常。我们下期再见。